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阴虎味厨房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炒的烤馍清脆爽口，一点都不发黑？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。今天有时间，我就把最家常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让你在家里面也能吃出饭店的味道。首先，准备28块钱买回来的烤馍放在大盆中，然后加入1大勺的食盐盐，接着倒满多一点的清水，因为烤馍在生长的时候，表面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而且用淡盐水洗过之后的蔬菜不会氧化发黄。把每一朵烤馍像视频中这样粗洗一下，挑选烤馍要挑选这种颜色雪白的，看起来特别的新鲜，而且特别的回美。清洗完第一遍之后，我们直接捞出来，放在干净的清水中，再次淘洗2到3遍。烤馍含有优质的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各种矿物质，适量多吃一些烤馍对肝脏非常有益。把洗净的烤馍一漏熟直接捞出来，控干水分，放在准备好的竹筛里面。接下来把控干水分的烤馍给下刀，因为含水量特别重，我们在给刀的时候千万不能切太薄，大约在 0.2 厘米左右。如果切太薄的话，烤馍吃起来不爽脆，而且炒出来软塌塌的，看起来也没有食欲。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把所有的烤馍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均匀的厚片就可以了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瘦肉，挑选瘦肉，我们最好挑选前腿肉或者是里脊肉，因为这2块肉吃起来特别的鲜嫩，非常适合小炒。把清洗干净的瘦肉切成小条，然后再切成厚薄均匀的片。片我们也不需要切太薄，大约在1块钱硬币的厚度。因为搭配好的烤馍体积不是很大，所以肉片我们也不需要切太大，不然的话做出来的成品不美观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腌制一下，加入半勺生抽，然后再加入半勺蚝油提鲜，加入少许的红烧酱油上色，加入多一点的胡椒粉去腥增香。下手抓拌均匀，把调味料抓拌至化开。我们尽量的多抓拌一会儿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和肉片完全的融合一起。大约抓拌2分钟左右，抓至有一些粘熟。接下来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再次抓拌均匀。淀粉是给肉片起个保护的作用。抓拌至没有干淀粉就差不多了。最后我们加入少许的花生油锁住水分。加入花生油还可以使肉片在炒制的过程中不会粘连在一起。拌匀腌制5分钟左右。接下来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薄片。大蒜可以增加烤馍的蒜香味。然后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同样也切成薄片。老姜不仅可以去腥，同时还可以增加食欲。全部切好，放在盘中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青椒，清洗干净，把辣椒蒂给切下来，然后再对半切开，把里面的辣椒籽和辣椒瓤给处理干净。接着我们再切成2段，然后再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长条。这种青椒没有什么辣味，主要是用来搭配颜色。最后全部切成小方块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红椒也切成小丁。
全部切好放在盘中备用。做家常菜，我喜欢提前调个料汁，往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鸡精，少许的白糖，加入少许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蚝油提鲜，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把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，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，把腌制好的肉片放在锅中。我们要提前把肉片炒一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左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。肉片大约翻炒10秒左右，炒至变色就可以，不要炒太长时间，不然的话吃起来会很塞牙。另起锅，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烧开以后加入1大勺食盐，搅拌至化开。接下来把烤馍倒在锅中，我们要提前把烤馍焯下水，这样可以去除里面的草酸和苦涩味。因为烤馍的营养十分丰富，我们煮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水开以后大约在10秒左右就可以，不然的话营养很容易流失，而且炒出来口感也会大打折扣。煮制成视频中这样直接捞出来，过凉一下放在碗中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花生油，油热之后下入准备好的姜蒜片，开小火煸炒，炒出香味。把控干水分的烤馍也倒在锅中，这里我们开大火翻炒均匀，把烤馍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。现在的烤馍也比较贵，我们这边18块1斤，比五花肉还要贵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锅中，开大火把料汁煮开。准备好的青红辣椒也倒在里面，稍微的翻炒一下。接下来把炒好的肉片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。因为肉片已经提前炒制过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最后加入。炒制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像视频中这样大约翻炒个1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因为烤馍也提前焯过水了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炒太长时间，不然的话口感会大打折扣。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烤馍和瘦肉搭配在一起，不仅增加了营养，同时丰富了口感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